今天2025京都赏樱的最后一集呢，我整理出了跟城市景观还有街道景观相关的赏樱景点。第一个点呢是京都市中心的奇缘白川。我们当天去的时候是官宣开花的第一天，所以真正有开的樱花其实不多。第二个点呢，则是跟奇缘白川同一天去的京都府旧町。这个点呢，相对于其他景点来说就比较简单，最主要就是2棵大的樱花树，在京都府旧町的中庭里面。第三个点呢，则是在大阪的 JR 大阪站外面，一整排的行道树都是樱花，虽然还没有满开，但是也还是不错。第4个点呢，则是京都的筑上铁道，这可是赏樱的超级热门景点之一啊。这一天一开始的时候，天气相当的不错，照了一些还蛮漂亮的照片。这边正好碰上了有人穿着和服，拿着纸伞拍照，跟樱花搭配起来呢，有浓浓的日本味。筑上铁道呢，其实就在街道的旁边，全长呢应该不到100公尺，而且离筑上地铁站相当的近。这几点因素加起来呢，造成这边有大量的观光客。我们去的当天呢，其实有个猫身体不太舒服，所以他就坐在椅子上睡觉。连他的好谋走过去找他的时候呢，他都没有发现。所以其实这个生病谋呢，不算是有看过筑上铁道的樱花。第5个点呢，是我们很意外发现的一个景点，它是在滋贺县京阪电铁大京津站的外面。我们之所以会到这个站呢，是因为当天做完琵琶湖疏水，准备坐电车回京都，然后却意外的发现铁道旁的樱花呢，跟电车相当的搭配。最后一个点呢，则是鼎鼎大名的哲学之道。我们是官宣满开的当天，一大早的时候呢，就冲到了哲学之道。只可惜早上的时候天气不太好，一直到快9点多才有一些阳光露出来。哲学之道的观光客呢，当然是非常的多，所以这些照片呢，其实都是好不容易算好了 timing 才拍出来的。有的时候还必须要用这种倒退路的方式，才能避开观光客。
然后呢，还会拍到有一个眸呢，不知道他的眸正在桥上照相，所以就自己走过去的画面。终于让我等到太阳出来了，只是呢，观光客当然也就变得更多了。果然还是要有阳光，樱花才会拍起来更漂亮。好。最后呢，就搭配着从新干线上拍到的富士山的画面呢，来总结一下这一次2025在日本赏樱的一些心得。之前大概说过，在春天的时候呢，到日本赏樱是一个我已经计划了10多年的梦想。这一次呢，就排了最入门的东京和京都的2个点。本来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只有粉红色的樱花才是最漂亮的，像是在京都定水路的河津樱，还有东京西入公园的阳光樱和大寒樱。但是呢，白色的染井吉野樱在盛开的时候，配合着蓝天，其实也是相当的漂亮。运气好的时候呢，还会照到粉红色跟白色的樱花同时出现的画面，比如说在京都的平野神社录到的樱吹雪就相当的漂亮。日本的樱花季，如果不怕观光客太多的话，真的是相当值得来啊。这次赏樱的行程结束之后呢，有个眸就开始肖想，要在自己家的后院种上2棵樱花，然后几年之后呢，就可以在阳台铺上地垫，在自己家的后院赏樱。让我们拭目以待。OK， 那就这样啦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